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25号。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聊金融风险的问题。那其实呢，经济危机的种子啊，往往都是繁荣时期埋下的。但是有两件事呢，确实是很难提前得知和预判的。一个呢，就是危机何时爆发啊，这个时间点很难确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触发因素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根据经济和实际的发展变化呢，紧密跟踪和分析啊，站在现在这个时点，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风险呢，确实不得不重视。那就是香港。那香港的金融市场呢，现在在我看来呢，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地方啊，也是很多投资人容易疏忽的地方。那好，我就先从这个美国的一份对华战略报告讲起。那在美国当地时间5月20号的时候啊，也是中国召开两会的前夕，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签署了一份名叫《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的文件。那并在第二天呢递交了美国国会啊。这个文件呢一共是16页啊，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和具体啊，可以说是对这个美国未来对中国的总的一个战略态度啊、战略部署啊，也是一份对华的战略宣言。那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呢，它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啊，就是分为引言、挑战、方针、实施和结论5个部分。那在挑战部分呢，它列举了这个3个部分，就是经济挑战啊，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安全挑战。那具体的实施部分呢，它包括这个4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美国生活方式，第二部分是促进美国的繁荣啊，第3部分是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第4部分是提升美国的影响力。那这个文件的这个英文名的全称呢是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那大家上谷歌呢一搜就有全文啊。接下来呢我就说几点啊，我认为里面最重要的内容。那首先是呢，文件开篇引言就讲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啊，美国在对华策略上呢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国希望通过接触交往啊，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而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所愿。那这是引言中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介绍。那接着第二点呢，文件就讲到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国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那大家注意他强调这个回归原则性的现实主义指导下回应中国的挑战有现实主义这4个字。那第3点值得关注的是他讲到，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这是第3点它定义为大国竞争关系，明确定义为大国竞争关系。那第4点他说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会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进行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这后半句呢分量比较重可以听到它是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这就是给你一种感觉要玩真的感觉。那第5点呢，就是这个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华盛顿将继续直言。例如，香港的未来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香港约有85000名美国公民和1300多家美国企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里面呢，就专门的提到了香港这第5点就专门提到了香港，非常有意思。它明确香港未来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那毫无疑问，香港也牵涉到中国的重大利益。那好，如果两国都认为香港涉及到彼此的重大利益关切那香港就很难太平。那最后呢，他在结论部分又说，美国政府呢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根本性的再评估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2大经济体领导人物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我们2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通过政府一体的方式，在国家安全局所阐述的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接触与合作我们将继续以尊重又亲近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向北京发起挑战，
以使其履行承诺啊。注意主要最后几个字就是向北京发起挑战。那整个呢我就提炼这么几点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啊，认真看一看，也可以说是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和具体。那我会把这个文件的链接呢放到这个评论区置顶。接着呢我就讲一下这个金融风险的事情啊，大家也看到了，就上面的提炼的这个第5点里面，美国认为香港未来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那香港呢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对抗的一个矛盾的焦点。那香港的金融风险呢可以说已经不能小觑啊。我上期节目讲过，就是15、16年呢，当时的中国国内的金融风险的传导呢是由内而外传导。那这次呢要谨防这个金融风险是由外而内的引发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图。那这个呢是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啊，也就是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一共有1241家，那香港的全部上市公司呢是2449家，那数量上的内地公司呢占到 50.7% 啊，这是数量上的占比。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值的这个占比啊，根据港交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就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香港2449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是38.165万亿港元。那其中呢，来自内地企业的市值占比达到 73.3%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那2018年底的这个它是 67.5% 啊，等于提升了 5.8 个百分点。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成交金额的占比。那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呢，来自内地企业的成交金额占到整个香港市场成交金额的 82.5% 啊，也就是从2018年的 79.5% 提升了3个百分点。那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内地企业的构成啊，可以看到在港上市的1241家内地企业中H 股占了284家啊，占比呢 22.9%。那红筹股呢是173家，占比 13.9% 啊，内地民营企业呢是784家啊，占比 63.2%。那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 H 股，什么是红筹股啊，或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成这3类。那我简单说一下大家看一下这张图。那简单来说呢，在香港上市的这些公司呢分为香港的本地股、中资股和其他地区股。那中资股呢又分为3部分就是这个 H 股、民营股和红筹股。那其实 H 股呢，它就是注册在内地然后赴香港上市的，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 H 股、S 股和 N 股其实 H 呢就是香港的这个代号 H，S 呢就是新加坡的代号， N 呢就是纽约的代号。那在就是这些地方上市的股呢，他们分别给他们代号了 H 股、S 股、N 股但是他们的公司的注册地是在内地的，而他们的发行的股票呢，只有对公众发行的那部分股票可以上市流通其他的股票呢是不可以流通的。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个全流通的一个概念，只是那部分在香港对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以流通。那红筹股呢是什么？红筹股就是它是注册地在境外大家可以看到红筹股和 H 股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注册在内地，一个注册在境外。那红筹股是注册在境外的，然后在香港上市的，而且它的这个实际控制人或者说是这个控股股东呢它往往都是这个国资企业。那红筹股的它一般的一个架构呢是在境外，在开曼群岛或者英属维京群岛设立一个离岸公司，然后用这个离岸公司呢控股国内经营业务的这个主体，然后呢，但实际控制人基本都是各地的国资委或者国有企业。那这个架构呢就是红筹股然后这个架构呢叫红筹架构。那民营企业呢也采用的是这个红筹架构，只不过它就是不把它称为红筹股把它单列出来称为这个民营股就民营企业股。所以整个这就是这3种类型的一个区别H 股、民营股和这个红筹股。那好，这是给大家看了这个香港股市中内地企业数量、市值、成交金额的一个占比可以看出这个香港股市里面内地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这个成分香港金融市场如果有动荡的话，那对在这个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影响还是比较重大的。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香港银行跟内地企业的联系。那2017年呢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根据惠誉的这个统计显示，截止到2017年3月份，这个香港银行业对内地的这个风险敞口达到整个银行系统资产的比例是 29.3%。那过去好多年呢，香港银行业不断的这个加大对内地业务的风险敞口，也就是给内地企业贷款
啊。然后在2014年呢，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峰啊，那个时候呢，内地业务的这个风险敞口达到了整个银行系统资产比例的32.8%啊，也是一个历史新高。那我后来又找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啊，就是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呢，就是香港银行对内地风险敞口的规模啊是稳定在大概29%左右啊。然后他也还给了一个澳门银行的数据，就澳门银行呢对这个内地业务的风险敞口达到整个系统资产比例的41%啊，还要高一些，因为这个澳门的经济呢更加单一啊，更加依赖于赌场经济。那这是香港银行啊，就是香港银行对内地企业风险暴露的一个角度看啊，香港金融市场和内地的一个联系。那这些年呢，中国内地的这个股市啊、楼市、汇市、债市啊，可以说政府都是严防死守啊，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那2017年11月，当时成立了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啊，它的重要职责呢，就是啊为这一目标啊，就严防死守这个金融稳定而设立的。你看它不叫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而叫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啊，它把稳定放在这个发展前面啊，说明它的首要职责呢是守卫金融稳定。就是但凡你说出一点问题呢，就第一时间呢，它就把这个风险的苗头给你掐掉了。但是香港呢不太一样啊，香港呢是一个自由市场，就非市场力量的干预呢，它不那么容易实现啊，所以风险的爆发呢也更加难以防范。那目前香港大家也都知道，已经变成中美啊继贸易战和中美科技战之外的又一个前沿阵地。那很多人呢只关注这个香港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政治属性啊，却忽视了香港呢它作为全球3大金融中心的这个金融风暴眼的一个位置。那香港还有这个香港市场的楼市啊，它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这种价格啊，这个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那截止到2019年末呢，每平方英尺的价格是20570港币啊，可以看到18-19年呢有2个高点啊。那我手头呢没有最新的数据啊，这个有最新数据的朋友呢可以告诉我。那还有这张图呢是这个香港九龙、新界东、新界西它这个一些房屋的一个成交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的5月12日啊，就是这180天内还是跌了不少的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香港这个楼市这个杠杆水平的问题。就2019年，香港政府宣布降低首付按揭比例，绝大多数的房屋的最高这个按揭的上限呢，都上升到90%啊，就是可以说可以首付10%，最高按揭90%啊，可见这个杠杆水平呢是放得非常非常松。那整体说实话，就是我对这个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细节数据呢，没有中国大陆市场那么了解啊。但是我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就是香港这个楼市真的确实是非常贵啊，全球是这个价格是首屈一指的，租金水平呢也是非常高啊，杠杆水平呢确实也不低。那我观众里面如果有了解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啊，那欢迎与我交流，那我也学习了解一下。那整个深圳呢跟香港呢它是接壤的啊，深圳呢之所以这些年它迅速的超过了这个内地的很多城市啊，成为中国可以说最具潜力的这个城市。那这些年的发展啊，可以说快成为这个中国的一个创新中心。那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深圳它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是这个毗邻香港，这个香港高度的这种市场化程度，还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还有开放包容的这种市场化水平啊，对深圳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香港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出现问题呢，那深圳市场肯定也容易受到这个拖累和牵连。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风险啊，往往来源于你就是不经意的地方。就国内的这4大市场啊，楼市、股市、汇市、债市，它都有非常强力的这个政府干预和维稳，就是说可以说是展示无忧。但是呢，不能小觑这个香港市场的这种风险的这种传染性啊、传导性。那上面我给大家看了这些数据啊，可以看到香港市场呢跟大陆市场的天然的联系非常紧密啊，香港市场的风吹草动呢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大陆的金融市场。那再加上这些年呢，这个沪港通和深港通的这个实施啊，香港股市和中国的 A 股呢相互打通啊，相互交融，彼此这个深度介入。那所以要高度小心呢香港市场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内溢性啊，就是尤其是当中美冲突的当下啊，这个香港市场呢非常这个有可能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那好，今天的风险就到这里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一些要点。那可以看出，美国呢将以更加强硬和对抗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跟中国去博弈去竞争。那香港呢有可能成为这个博弈的其中一个重要战场。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给大家数据上分析了一下香港金融市场和中国内地市场的紧密联系。那风险呢，往往来自出其不意的地方。那提醒关注香港金融市场的风险的内溢效应也就是从香港向内地的这种传导效应。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